你曾经在看房的时候看过漏水屋吗？有些房子做的装潢都包起来，要怎么知道有没有渗漏水？买了之后才发现有漏水怎么办？如果你是正在卖房子的屋主，有漏水的房子要怎么卖才不会引发纠纷？今天这一集影片，阿忠就要来跟朋友们聊聊，漏水屋能买吗？Hello，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忠。台湾因为气候和地震等等因素的影响，渗漏水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情形。常见到什么程度呢？台北市政府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发布过一篇新闻稿，内容大致上在说，那时候的房市很热，交易量很大，但是伴随而来的是买卖纠纷的暴增。从108年的申诉案大约110多件，到了109年，竟然暴增到180多件。而这些申诉的内容大多都是购屋之后发现房屋有瑕疵，那这些瑕疵就以漏水为最大宗。阿忠过去在内湖服务大约3年半，内湖因为地理因素的关系，常年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。只要是老旧公寓类型的物件，要不是现况有渗漏水，不然就是曾经修缮过漏水。即使是电梯大楼或是透天，也都难逃东北季风的魔爪。甚至有些物件是装潢过，天花板包起来，很难保证盖住的地方有没有渗漏水的情况。总不可能一腔委托就把人家天花板给拆了。唯一比较可以肯定的是，随着屋龄的增加，现况有渗漏水的几率也就会跟着增加。对了，在开始今天的正题以前，如果你是正准备买卖房地产的朋友，请先把订阅按下去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用最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搞懂房地产的各种知识咯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那难道屋龄比较新的房子就不会渗漏水吗？阿忠回到台南之后的第一个成交物件是一栋屋龄只有6年的透天。当我去签委托，在屋内做现况调查的时候，就注意到1楼厕所上方的天花板跟楼梯相连的那个转角处有明显的水痕。我心里想说不妙，就再往楼上仔细的寻，就发现2楼的厕所上方也有一样的情形。不但如此，过2天刚好下了一场雨，我再去现场看的时候，又发现车库的天花板和顶楼的天花板都有明显的水痕。那因为屋主平时不住在那里，当他发现房子有这么多地方渗漏水的时候，整个心都凉掉了。一下子又问我要不要把漏水修好再卖，一下子又问说这样房子是不是卖不掉了。其实换一个角度想，也还好是在开卖之前就先注意到了这个情况，也还好屋主几乎是完全没有做装潢，所以房子哪里有问题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开头提到的台北市政府的新闻稿，就是成交签约之后才发现有渗漏水，那就会变成交易纠纷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所以后来我们就赶快找了专业的师傅来评估。师傅推测是当初房子盖好的时候，卫浴的地板都没有做防水，所以水就顺着地板一路积到楼梯的转角处，从楼下的天花板渗出来，变成肉眼可见的水。再来，因为2楼的阳台没有做雨遮，雨水长期积累，也就渗到楼下的车库天花板。顶楼没有做防水涂层，也没有搭铁皮，就从下方的天花板渗出来。讲到这里，先帮朋友们简单下个结论：第一，做防水真的非常重要；第二，就算屋龄很新，也不代表不会有问题。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这间6年的房子，屋主发现到原来这间房子渗漏水这么严重，真的很灰心。他灰头土脸问我，这间房子是不是先不要卖了，还是先自己做修缮？我们先从民法来看，渗漏水属于瑕疵，屋主就是必须要负瑕疵担保责任。关于瑕疵担保责任，我会再做一集影片跟大家讲解。讲白话就是屋主必须修缮至堪用，但是过往在实务上经常会碰到几个问题，例如说有些屋主他就是缺钱才要卖房子，哪来的现金做修缮，或者是屋主自己做了修缮，但是买方还是觉得不满意。所以实务上比较主流的做法就是屋主这边做折价，让利给买方自己去做修缮。那至于修缮要花多少钱，屋主应该要让利多少，这时候就要召唤漏水师傅和房仲来持续做沟通，一直到双方谈妥可以接受的价格，大家再来签约。这样签约之后，大家才会开开心心的。再回过头来讲这个案例的后续，屋主刚好有一个同事，他家里就是做修缮，他们交情真的不错。那个同事给他报一个远低于行情的价格，结果过没几天又遇到一组买方，买方的爸爸刚好就是头最塞乎，老爸爸头上顶着灯整间屋子看了一遍，就说这个他会做，可以去谈价格了。不愧是头最塞乎，霸气，最后也就顺利的成交，皆大欢喜，可喜可贺。总结来说，有渗漏水的房子不是不能买，
但是我会建议你尽量找有口碑的师傅来帮忙，也别忘了我们这3集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别忘了做防水。不管你是要做防水涂层，还是搭铁皮，还是加雨遮，房子买来是要让心里踏实的，不是让你整天提心吊胆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渗漏水的问题想要了解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万不要乱缴学费，赶快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祝福你买卖房子一路顺遂。如果今天这集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漏水屋可以买吗？如果想要看看我们平时的样貌，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买卖房屋的需求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来做咨询。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。这里是房仲老实说，我们下次见。